我们今天的话要来讲解一下最后一 part， 这个道具里面除了新规内容，还是有包含一些旧规啊。可是呢，它的音效绝对是完全新规的东西，好不好？完结纪念版印章，好不好？这算是每年的惯例啊。因为有鉴于他们产品一开始设计的音效跟后续剧中里面加入的特效音，有的时候真的是差非常之多，这个就满足你满满的欲望，好不好？所以等一下呢，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玩到跟剧中一模一样的音效啊。然后我们一样会做个比较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会知道这个绝对是有必要买的，好不好？外包装的部分的话，终于看过了嘛 ？Vice 的部分讲完了，然后再是我们的礼拜啊。其实这个封面很赞，你知道吗？我蛮喜欢的。我们的妹妹的话也是啊，而且后面还有水蛇啊，还有一个拉夫啊。再来就是来到本体的一个部分啊，它的设计就跟当初的 DX 版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根本没有差异，好不好？好，基本上这是完全没差，一点都看不出来。只是上面这个纹理本身出产就会有差异啊，所以就看起来比较不一样啊。但是有一说一，这次新版的比较淡一点，我觉得只是色差而已啊，应该不是他们设定上的问题。看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妹妹的部分，妹妹的部分啊，基本上也是跟之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做更改，然后它的印章部位比较特别点，是采用黄色的一个纹理啊。我们先玩一下我们的 Kamen Rider Levi 啊。这个就是买这个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一代礼拜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对话框的部分，因为毕竟他们是两人一起变身的，就是包含自己的恶魔，他就会跑出那个对话框。这边的话就有收那个对话框的音效啊，非常优秀。我觉得这算是收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呢那个在剧中里面真是太明显，你要不注意它都难了。第二下的话当然是黑信这样子，这个话是第一个模式。然后呢，再是我们男主语音单独模式啊。这边的话一样是有大海变身，跟往常的完结纪念版一样。哇，他也是收了，也收的太后面嘛，直接跳超级后面，你知道吗？这边跳到就是他们决议的部分呢、啊。确实收的有一点本身人气的关系啊，所以呢，他收的这个确实不是这么豪华啦。我自己觉得，我本来以为会有更多男主角相关的一些剧情之类，就通都没有。所以看出来他们这次主要设计点都是着重在这个话是我们之前讲过对话模式跟那种泛用性比较高的台词、剧情的话确实是收比较少的一些，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来马上进行一个変身。这样子，我们基础变身完毕啊。它最大点就是按下去之后呢，会有那个对话框跑出来嘛，这个刚才讲过。然后呢，再来是你盖的时候，会有我们的 Vice 是以灵体的形态那边跑出来，那边狂笑不止啊。转的时候呢，灵体的 Vice 就会拿着一个巨大音量直接盖在你身上，并且还会跑出一个类似那种心脏抖动的一个声音啊。这算是这一代的一个特色。所以呢，这个话算是1:1还原剧中的所有音效，好不好？不愧是完结纪念版，玩起来就是特别的爽。然后再来就是必杀技的部分，我们稍微停起来。OK， 这边没有做任何调整。我觉得他收录的音效比较偏向于就是收比较有特色的那个、啊，他的必杀音效没有到很还原剧中，我自己觉得，但是他主轴放的点是放在 Vice 讲321的部分啊，所以呢，我觉得是 OK 啊。所以呢，我觉得总归来讲，他的必杀部分直接收比较有特色的那一段啊。合体这边有点小遗憾，我也会再多加一个类似那种光的音效，因为在剧里面也会有啊，就没收。
比较可惜耶，合体没有收入合体必杀，有点小小遗憾，就是恐龙那个飞踢啊，所以它基本上着重点就是在变身部分，跟那种比较有特色321必杀。我们讲解完哥哥部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妹妹的一个部分，好不好？这句话一定要说，好不好？接受弱小自己的我是无敌的。这个绝对要收啊！基本上还会有很多类似那种柱子般的一个心之壁围起来，然后进行一个变身啊。这个话就是第一个模式，就是变身模式。这个话跟刚才一样，就是属于单独的一个台词模式。毕竟妹妹是 JK， 所以这句话当然要加入啊。哦，他竟然还有收录跟哈娜的一个对话，还不错。一样有收录一个就是剧情连贯的变身。毕竟他们是三兄妹，而且他们主打的点是围绕这3个人，所以呢，妹妹对于这2个人的相关台词还是有收录一些的，好不好？有 Love 讲的一个台词收录，当然安慰也是有收入的。连他会讲完整话都有收入，总的来讲，前半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妹妹自己独立的台词，对于2位哥哥相关对话，再来就是 Love 讲专属的一些那种可爱的音效，跟他会讲话时的台词都有收入啊，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是前半妹妹，然后后半是 Love 这样子。上一次忘记讲，就是说他也是有搭载一个，就是他跟 Love 的一个对话剧情。有没有？这是完全接受自己的剧情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像腰带那样玩法有点可惜啊，但至少他是有把这个对话做出来，好不好？还蛮赞的，单题就可以完成，而且很方便，就是按一下就是直接跑出那剧情，不用在那边一句一句对这样子。这个话就是妹妹完全印章说玩法，跟盖哥哥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啦，老实讲。超赞！我觉得比盖哥哥的更惊艳，因为有鉴于他们这个音效是绑定在这个上面的，所以呢，印章能发挥的部分其实不多。但是他们这次做的很巧妙的点是，这边音效本来就长这样了嘛，所以他让这边跑出那个背景音。我们的妹妹在变身的时候呢，会被如同水一般给包覆，然后呢，并且会周围会跑出很多水蛇。这时候他就把这音效全部融合在一起，因为类似像是加一个情境音在里面，所以呢，变得异常的澎湃，你知道吗？再来就是我们来测一下必杀技的部分。必杀基本就没有做任何修正了，小遗憾。
好吧，必杀技部分就真的是跟过去一模一样，因为必杀技也是绑在这里啊，所以呢，小遗憾啊，我真的觉得必杀技没有调，有点不应该，我自己觉得。还有各位，以上是我们这次完结纪念组的一个开箱，好不好？总观来讲，非常惊讶，我觉得是500%一定要买的，好不好？毕竟它有新规道具啊，所以理论上你也是可以买的。如果讲到完结纪念包，大家应该会比较印象，应该是我们的 Zero One，我觉得确实做的真的有点太惊艳，那个程度跟这个看出来用心程度还是有差异啊。但是呢，至少他们也是有把变身部分全部补齐啊。必杀技的部分，好吧，就当然这一代的特色吧，就是怎么样补都补不齐啊。所以呢，总观来讲，必杀技小遗憾啊，但是变身部分很惊艳，然后台词部分的话也不错。好了，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 comment 来到 Levi's 完结纪念组的一个完整开箱。如果喜欢请帮我在边下见，拜拜。